在职场遇见贵人能让你平步青云，但遇见小人真的能要了你的命。嗨，大家好，我是高维认知。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话题。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你每天最早到公司，最晚一个走，周末还在家里回复工作讯息。你的能力，摸着良心说，绝对不比任何人差。但奇怪的是，升职加薪的名单上永远没有你。眼看着那些比你晚来、能力不如你、只会围着领导转的人，一个个爬到了你头上。你深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问自己，我到底是哪里不够努力？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你可能不是不够努力，你只是运气不好，撞上了一堵墙。一堵由你的小人领导亲手为你砌起来的密不透风的墙。这种领导就像职场里的黑洞，会慢慢吸干你的热情、你的价值，甚至是你对自己能力的认同。那么怎么判断你的顶头上司究竟是你的贵人，还是要你命的小人？别再靠感觉了。今天我会给你3个极其具体的识别讯号，并附上自救指南。看完这期视频，你将会精准地看穿你身边的小人，并且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第一个讯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他只培养舔狗和奴才，绝不培养真正的人才。一个真正有格局、有自信的领导，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狼群。他会兴奋地看到下属成长，甚至超越自己，因为他知道团队的胜利才是他自己最大的功劳。下属越强，他的位置就越稳固。但小人领导完全相反，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一种叫做权力焦虑的东西。心理学上，这种焦虑源于他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他害怕失去现在的位置，害怕被下属的光芒盖过，害怕有一天他的上级会发现，原来这个团队里最有能力的人不是他。所以他会用尽一切手段去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人。他要的不是能独当一面的战将，而是一群听话、温顺、随叫随到，把他当作神一样崇拜的螺丝钉。我给你讲个我朋友阿杰的真实故事。阿杰是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进公司第1年就主导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艳的项目。在项目复盘会上，大老板点名表扬了阿杰，还开玩笑地对阿杰的直属领导说，老王，你捡到宝了啊，这年轻人得好好培养。你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从那天起，老王对阿杰的态度就变了。以前是放手让他做，现在是事事都要插手。阿杰提出的新想法，老王总是用太冒险、不成熟来打回。阿杰做的设计稿，哪怕再完美，老王也总能挑出点毛病，然后亲自指导修改一番，再署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更可怕的是，老王开始在团队里刻意提拔另一个能力平平，但特别会看眼色，每天王哥长王哥短的同事。所有重要的资源、好的项目都绕过阿杰，给了那个听话的人。不到半年，阿杰就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天才新人，变成了一个每天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人。他所有的创意和想法都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就是典型的小人领导。他就像一个吸血鬼，他吸的不是你的血，而是你的才华和自信。他把整个团队变成了一个围绕他个人旋转的马屁集中营。在这个环境里，你越有能力，死得越快，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威胁。如果你发现你的领导在会议上永远只享受自己一言堂的快感，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他视为挑衅。如果你发现他总是把你的功劳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如果你发现团队里最受重用的永远是那些能力最差但最会奉承的人，那么你就要高度警惕了。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你待在一个正在扼杀人才的黑洞里。
第二个讯号，这一点极具迷惑性，很多人被卖了还在帮他数钱，他是一个顶级的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种领导堪称职场影帝，在团队会议上，他永远是那个最和蔼可亲的人。他会笑着对你说，大家放开了说，有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我们是一个团队，不要怕得罪我，我最喜欢听真话。你信了，你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开明的领导，于是你掏心掏肺的把项目里你看到的风险、流程上的不合理全都说了出来。你以为这是坦诚沟通，但在他眼里，你这是在挑战权威。会议一结束，他转身走进自己老板的办公室，添油加醋地汇报，老板，那个小张年轻气盛，对公司的流程很有意见，我觉得他心态有点问题，需要多敲打敲打。看到了吗？表面上是鼓励你畅所欲言，实际上是给你挖好了一个巨大的坑，等你往下跳。他用你自己的话当作攻击你的子弹。这种行为在管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破坏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 一个团队一旦失去了心理安全感，就会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木偶剧场，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只会机械地说好的，收到，没问题。没有人再敢提出任何真实的想法，因为谁也不知道今天说的话，明天会不会就成了背后插向自己的一把刀。我之前带过一个实习生，小姑娘特别有灵气，她发现我们当时的报告流程有个很大的漏洞，会导致数据重复计算。她跑去跟她的部门小主管反映，那个主管当着她的面夸她观察力敏锐，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会去解决的。结果呢，那个主管转头就把这个功劳当作自己的发现，上报给了总监，还顺便提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不够细心，这么明显的漏洞都没发现，幸亏我及时把关。小姑娘知道后，整个人都懵了，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真诚的付出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双面间谍的可怕之处，他不仅偷走你的功劳，更可怕的是他会摧毁你对职场、对人性的信任。清朝名臣曾国藩带兵打仗有个习惯，每次打了胜仗，上报朝廷的奏折里，功劳都会优先数上部将的名字，他从不独占功劳，所以人人都愿意为他卖命。而小人领导恰恰相反，他把你所有的努力都当作他向上爬的垫脚石。在这种环境下，你再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你的成果不属于你，但你的失误却会被无限放大，牢牢地钉在你的耻辱柱上。长此以往，团队里会出现3种人。第一种，心灰意冷，彻底躺平，反正干好干坏都一样，不如不干。第二种，学会了推诿扯皮，互相甩锅，整个团队充满了内耗和不信任。第三种，就是那些彻底寒了心，默默准备离职的你。在这样的领导手下，你必须学会主动向上管理，不要等他来收割，你要主动展示你的工作成果。比如，定期写工作周报，清晰地列出你本周的贡献和产出，并抄送给相关的同事，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这不是邀功，这是在事实层面建立你个人贡献的清晰记录。同时，在项目的关键节点，通过邮件等书面形式确认清楚你的职责范围，避免在未来成为无辜的背锅侠。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工作辛苦，也不是没有机会，最可怕的是跟错了人。小人领导就像一面扭曲的哈哈镜，他会把你的价值无限贬低，把你的热情消耗殆尽，最后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很差？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不是差，你只是在一个错误的生态系统里。一棵参天大树的种子掉进了水泥地里，它长不出来，不是种子的错，是土地的错。
那么，如果你确认自己正身处这样的困境，该怎么办？辞职吗？别急，裸辞是最不负责任的选择。我给你3个层次的建议。第一层叫向上管理，带着镣铐跳舞。在你还没有找到更好去处之前，学会我前面说的自救方法，设置边界，保护自己，留下证据，把它当做一个提升你职场情商和抗压能力的付费陪练。第二层叫骑驴找马，建立你的逃生通道。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小人领导会良心发现上。从今天起，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去更新你的履历，去学习新的技能，去连接外部的资源和人脉，把现在的公司当作你起飞前的加油站，而不是你的养老院。第三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叫设定底线，勇敢地按下弹射按钮。当你发现这份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让你每天都充满了负能量，甚至开始抑郁时，请你记住，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用健康去交换。勇敢的离开不是失败，而是及时止损的智慧。真正的领导是灯塔，它会照亮你前进的路；而小人领导是黑洞，它只会吞噬你生命的光。你值得更好的，请务必记得点赞这支影片，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可能正在默默忍受的朋友。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是在拯救一个正在被职场黑洞吞噬的灵魂。这里是高维认知，我们下期再见。